在阵雨中开启墨西哥城大奖赛的正赛，5盏红灯亮起，灯灭比赛开始。所有赛车起步都很缓慢。下雨天首当其冲的是稳住赛车，维斯塔潘已经从右边追上了杆位发车的勒克莱尔，侯赛因和塞恩斯并排。勒克莱尔起步很一般，中后方多辆赛车争夺位置。侯赛因一脚晚刹来了一个 dive bomb， 但是和勒克莱尔有轻微轮胎碰撞。侯赛因和勒克莱尔在争夺位置，最后侯赛因来到第2。经过3号弯，2辆迈凯伦和2辆哈斯，安东内利和加斯利以及其余大量车手在3号弯后面的直道并排。来到4号弯，皮亚斯特里率先动手，严挡诺里斯，不给任何超车的机会，守住当前排名。来到5、6组合弯，勒克莱尔身后的车阵依旧有大量的并排，拉塞尔和霍肯伯格、斯托尔和劳森、汉密尔顿和哈加尔等也加入了并排俱乐部。2辆迈凯伦在第1圈仍然进行着内斗，后方的一票车手也在激烈的争夺位置。经过连续组合弯，诺里斯找到机会超越皮亚斯特里，来到第4。通过起步回放，诺里斯起步比皮亚斯特里要好得多。这里1号弯的内线完全露了出来，侯赛因借助这个缺口来到迈凯伦的身前。空气稀薄的罗德里格斯兄弟赛道阻力非常小，这为主直道上的超车提供了机会。第4圈，诺里斯跟在勒克莱尔的身后，借助尾流优势来到1号弯外线。勒克莱尔凭借内线优势，并没有让诺里斯得逞。2车在2号弯继续缠斗，2、3组合弯没有分出胜负。2车的争斗也给皮亚斯特里跟进的机会。法拉利和迈凯伦的争斗还在继续。在4号弯前，诺里斯凭借晚刹车超前勒克莱尔半个身位，勒克莱尔其上路间稍微影响速度，最终在6号弯诺里斯完成超越来到第3。第6圈侯赛因缩小和维斯塔潘的差距，来到外线想开始动手，进入刹车区，维斯塔潘晚刹车进入弯道内线，但是进弯过深压上草地损失速度。侯赛因抓住机会，在2号弯前超越维斯塔潘，来到领跑的位置。此时，诺里斯已经和前排的红牛来到8秒多的距离。第10圈，维斯塔潘追近和侯赛因的距离。然而，维斯塔潘此时不幸爆缸，动力单元损毁，带着浓烟进入安全区退赛，同时引发了虚拟安全车。此时阵雨虽然变小，但是没有车手考虑进站更换干胎。第11圈，拉塞尔和安东内利上演了完美的团队合作。进入1号弯，奥康被安东内利狠狠挡住，不给任何并排的机会。拉塞尔借助机会快速追进，奥康无法找到超车的机会，只能跟在安东内利的后方，在5号弯占据后续6号弯的内线，然后完成超越，上到第7。随着赛道逐渐变干，中后方的车手进站更换白胎，决定一跑到底。当前的赛道状况让 C2 轮胎成为了最佳方案。第26圈，汉密尔顿在主直道上打开 DRS， 首先来到赛道右侧超越博托莱托，然后紧吸霍肯伯格的尾流，来到博托莱托的前面不给反超的机会。2车并排进入1号弯，在后续的组合弯，法拉利和索伯仍在进行缠斗。然而汉密尔顿在3号弯后面的直道上拥有 DRS， 借助赛道特性，汉密尔顿超过霍肯伯格。在4号弯前一口气超越2辆索伯，上到第16的位置。第33圈，奥康想借助梅奔的经验超越威廉姆斯。奥康首先来到赛道左侧，阿尔本顺势来到无人看管的右侧，3辆赛车一同进入1号弯。随后贝尔曼借助晚刹车逃出车阵，奥康和阿尔本依旧并排。3号弯2车同时打开 DRS， 经过5号弯仍在继续缠斗，最终奥康超越阿尔本来到第10。第42圈，阿尔本向前追击贝尔曼，但在12号弯轮胎突然失去抓地力 spin， 好在控制住了赛车，但这也降低了进入积分区的可能性。阿尔本从第16位发车，仅剩1个位置就能获得积分。第45圈，诺里斯已经完全追近和侯赛因的距离，红牛非常的强硬。4号弯2车并排入弯，诺里斯的快速向左让侯赛因压上草地。随后，侯赛因稍微晚刹车，也迫使诺里斯上了草地。
同时顺走左前翼。第50圈，侯赛因准备过掉前面的2台慢车，但是霍肯伯格在出弯处直接刹车，差点追尾。斯托尔也牢牢挡在侯赛因身前刹车，霍肯伯格也突然加速和侯赛因并排，然后反应过来自己是慢车，让侯赛因过去以免受罚。透过回放来看，斯托尔依然不看后视镜直接降速，让侯赛因没法过去，这让诺里斯追进大量距离。幸好侯赛因没有损失过多时间。第54圈，斯托尔动力单元也爆缸了，大量浓烟直接糊住了汉密尔顿，没有反应过来要超过去。斯托尔从第14位发车，现在只能退赛，又是一个让斯托尔解脱的周末。最终，侯赛因以领先勒克莱尔近4秒的优势，成为墨西哥城大奖赛的冠军。这让侯赛因借着维斯塔潘的退赛，进一步缩小与队友的差距。勒克莱尔取得第2，皮亚斯特里第3，身后的车手是诺里斯、阿隆索、拉塞尔、安东内利、塞恩斯、阿尔本·贝尔曼、汉密尔顿第16。车手积分榜方面，侯赛因与维斯塔潘的分差缩小到5分，第3到第5名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。阿尔本和塞恩斯同分，杜汉仍在追求着赛季的首个积分。车队积分榜方面，各个车队追进的距离并不大。法拉利下一场比梅赛德斯多1分就可以稳坐车队第3，车队倒1的争夺仍在进行中。